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sync Talk 主播安娜塔。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前端怎么样去和后端进行交互。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通过一个基本的 HTTP 来进行交互的。那 HTTP 它有一些 get、post、put、delete 以及 patch 各种各样的方法，它里边可以带一些 payload 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带着这些信息传给后端了。然后后端就可以接到这个 HTTP request 去做一些处理，然后返回给前端。我相信这套流程大家已经完全理解了。但我今天想讲的是另一种开发模式，就是 GraphQL。那 GraphQL 其实已经出现10多年了，它严格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东西了，但是它的普及率其实还是没有特别高。今天我想更多来介绍一下 GraphQL， 以及如果你的新项目它适合，你可以考虑拿GraphQL 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设计思想做你的产品，我相信它会带来非常多的益处，以及可以减少你通过传统的 RESTful 接口碰到的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帮忙解决掉。好的，传统的 RESTful 接口它有什么问题呢？那第一个就是接口非常的多，它实际上是很难维护的。当这些接口过多的时候，前后端对于同样一个字段它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同样一个数据结构，它其实各自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假设说我们在做一个博客网站，这个博客能看多久？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后端它设置了一个过期时间。那对于前端来说，并不在乎过期时间是什么，它在乎的是用户能不能看。那这样就会中间产生一个 mismatch， 就是后端认为不管你能不能看，只要这个时间是否是在过期时间之内就可以了。对于这样一种情况，两边其实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我这里只是简单的举例一个过期时间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作中来说，它的数据结构是远比这个复杂的。我相信你应该有一些感触的。还有一点是弱类型，在平常的工作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一点，后端告诉你过期时间用的是一个，比如说 Unix 的 timestamp 的一个 int32的一个值，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发现为什么后端返回的是一个 string 的一个 RFC3339的一个字符串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它如果发生在开发时期倒还好，那它如果等你真的把它部署到线上，它还有这个问题，那就很容易出现什么 read property from undefined 这种值，或者在一个 number 类型的方法上面去调一些 string 的方法，它是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那 GraphQL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通过强类型去做一个起始点来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众多的问题。假设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前后端分离的一个架构，当然现在在 AI 时代，可能 Full Stack 前后端一起做会更合适，但我这里还是按照前后端分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那对于后端来说，它有一个数据结构，那这个数据结构就是这一篇博客文章，前端不需要再去自己定义一个博客文章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构了，而是说可以直接用后端定义好的这个 GraphQL 的数据结构，这样中间是没有 mismatch 的。大家都是用同样一个数据结构，那大家中间沟通的困难实际上就会减少非常多。其实也不需要再问这个字段它到底是不是 optional， 那这个字段它到底是 string 类型还是一个 int 类型，因为毕竟从中间的 GraphQL 它是一个强类型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间 schema 的这个强制定义的文件去完完全全知道它的类型。那另一方面，它很好的一点就在于接口是统一的，当业务发展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新增一个接口的，而是去新增一个 resolver 的概念。这个 resolver 去作为一套新的接口去做实现。那同样它是缓存友好，相信大家应该多数时候还都是拿 HTTP RESTful 接口来应对目前工作上的问题。如果你中间有碰到一些 cache 的问题，多数情况下都是拿 key value 的形式来去存储的。那这个 key 多数情况下它就是你请求的 URL 以及它的一个 method， 比如说-post-1 就是 ID 为1的这个文章，它的内容就是 HTTP response， 把它存储起来，那我们作为一个 cache。但如果拿 GraphQL， 我们就可以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去组织 cache， 就是强类型的 cache。还是拿刚刚的博客文章来举例，如果你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它实际上是有类型的，因为对于 GraphQL 来说，一个文章如果它有类型，那它又有 ID， 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可以用这个类型，比如说 post-1 这种形式来去存一个数据结构，而不是说去用之前的 URL 的形式来去存数据结构？那如果你这样的类型，你要对 ID 为1的这个文章来去做改动的时候，
那它是否可以极严的去选到那这个文章它可能从属于某一个类型，那这个类型底下的所有文章，这个接口是不是产生一些变动 ？GraphQL 它的这种强类型的类型系统，它就会让我们可以有基于类型的缓存，它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 p-value 的形式的缓存，而是一种更加智能的类型系统的缓存。它对于我们的应用会带来非常显著的变化，你可以非常轻而易举的去更新缓存，它不会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右上角改一个用户头像，右下角没有同步这种事情发生。如果类型用的对，缓存设计就是按照 GraphQL 的标准模式来去做，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你不需要再去显示的去指定我需要更新某一个接口。好，那还有一点，我认为 GraphQL 它的强类型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AI 友好。如果我们还是用 RESTful 接口 ，RESTful 接口实际上是没有类型的，那我们返回的字段，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可能是一个 expire time， 它既有可能是 int， 它又有可能是 string。那对于 AI 来说，它其实也不知道，它并不能辨认出这个字段到底应该用什么类型的 AI， 它去生成对应的代码的时候，比如说你这里要展示一个还剩几天过期呢 ，AI 其实也不知道，它只能去瞎猜。但如果你拿 GraphQL， 那 AI 就不需要再乱猜了 ，AI 就可以去直接生成对应的代码，它也有更充足的信息来更加自信的帮你生成代码。这我认为是在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稳定吗？那我想说的是，它一定是非常稳定的，因为 GraphQL 目前我所知道最大的客户就是 Meta。那 Meta 旗下有超过10亿的用户，他们几乎都在用 GraphQL 去做各种软件，所以我觉得你的产品业务的规模如果还没有到 Meta 这个级别，应该不太需要去担心 GraphQL 够不够稳定。这个事情我相信 Meta 已经帮你处理过了，你可以通过网上去搜到大量的信息，怎么样去解决 GraphQL 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去了解。OK。前面说了这么多了，那我们 GraphQL API 应该怎么用呢？那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那 GraphQL 它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就是 schema。那这个 schema 它是一个强类型的约束，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类型定义的文件。那这个类型定义的文件它主要分为3个模块。那第一个模块是 query， 那 query 就是我们去查询某一项资源，它可以映射到我们 RESTful 接口里面的 get。那另外一个就是 mutation，mutation 就是我们会对数据去做一些变化，它包括增删改，所有的东西它都认为是一个 mutation。还有第3点就是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 就是一条订阅的消息。比如说我问 AI 今天天气怎么样，那 AI 它会执行很多，它计算会很慢。我们现在主流方案是拿 SSE 来做的，但我们也可以另外去拿 WebSocket 来做。那 WebSocket 就是它映射到 GraphQL 里边，它就是一个 subscription。对于我们绝大部分场景来说，我们用 query 和 mutation 是绝对足够的。那这个 schema 写法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定义一个 schema， 然后定义 query 以及 mutation。那一个 query 或者说一个 mutation， 它里面有对应的 resolver。那一个 resolver 我们可以理解为，当用户请求过来的时候，这个 resolver 就会被激活。那 resolver 下面它可以返回各种各样的数据结构。那一篇文章底下它可能又有作者的信息，那作者的信息里边它可能又有自己的名字，或者说 Aventer， 它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数据结构下来的，它不再是之前 RESTful 接口里面的一个接口，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返回给你。那它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只要查我需要的字段，比如说还是一篇博客文章，我们需要作者的头像，那我们就只查头像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服务器来说，它其实也减小了一定的压力，它不需要再去读一遍 ID 再返回给你了。我这里还有个示例项目，是我很多年前维护的一个项目，当然它现在其实维护的不是很好，你可以不用太在乎，但它作为一个 GraphQL 示例项目来说，我认为是非常足够的。GraphQL 它在任何一个语言里边，它的基本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 schema， 然后 query mutation， 然后对应的 resolver 的去处理。OK， 那我说了很多 GraphQL 的点。那 GraphQL 其实也有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相信你在网上搜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在去对 GraphQL 进行各种各样的谩骂或者诋毁，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说的问题是对的，比如说 N+1 问题怎么解决，缓存问题怎么解决，这对于 GraphQL 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另外一部分的观点它是经不起推敲的，简单一点就是连文档都没看就上去开喷了，这种情况也是有很多的。那我也来介绍一下不应该拿 GraphQL 来怎么做。那首先第一点就是 GraphQL 它是一个中间层，
它是介于我们前端发起请求一直到后端进行处理中间一个协议的过程，它就是我们传统的 HTTP 的方式。那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拿 GraphQL 可以偏前端，也可以偏后端，但两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方式。那偏前端的方式就是一个 resolver 来返回所有的东西。举个例子，有一个 resolver 是 getPostInfo， 那这个 getPostInfo 拿 resolver 来去获取到文章的作者，甚至也通过这个 resolver 来获取到一些，比如说系统配置、feature flag。那实际上还是在拿 RESTful 接口的思维方式来去思考 GraphQL， 它并不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不应该这么来去用 GraphQL 一个 resolver， 而是你应该拆分成多个 resolver 来去处理问题，然后客户端再去使用。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它更加偏向于后端了，或者确切说更加偏向于数据库，就是我们拿 GraphQL 来直连数据库。那数据库有什么数据结构？比如说 user post， 那直接就交给前端，它就相当于前端直连 DB 了，只不过是走 GraphQL 的一个接口而已。这种方式肯定也是完完全全的错误，因为你中间还需要做各种各样的校验。同样有很多衍生字段，比如后端可能记的是一个过期时间，那前端要的是否过期这样一个字段，它实际上是通过过期时间来去衍生的一个是否过期的字段。那这种情况下，中间掺杂了一些业务逻辑，实际上业务逻辑这一部分还是应该在后端这一层去做的，我们不应该直接把 DB 直接暴露给前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用法。那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有提到N+1问题，其实也需要去配置最大深度。比如假设还是一篇文章的数据结构，那一篇文章底下有作者，作者有文章列表，文章列表里边又有作者，作者里边又有文章信息，那这样一层一层递归下去，如果你没有做一些配置，很容易直接就会把你整个 DB 打挂掉，因为它是一层循环的往下插，理论上来说可以一直往下循环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配置一个最大深度的请求。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缓存，那缓存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思维模式给停留在之前的 key value 形式的这种缓存的模式上了。在 GraphQL 这种形式下，我们需要去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基于类型的这个缓存的思路来考虑怎么样设计缓存。还有一点就是 HTTP 的 response state code。如果项目做的比较简单，其实 GraphQL 它返回的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可以注意到它是一个200返回出来的。当然需要做一小小的配置来去调整，把它返回成正确的 HTTP state code。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如果去拿一个文章，那文章里边有作者信息，作者信息里边也许有一个非常隐私的字段，比如说年龄，那这个时候一般用户不应该能访问到，那这里涉及到一个权限，我们可以从 resolver 这一层来去拦截。拦截到之后返回给前端，或者说其实应该返回一个403 forbidden， 但是如果你不做任何配置，它其实返回的是200。但这个时候，在我个人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去遵循 HTTP state code 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让它去返回403。当然了，这个还是取决于你的业务。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 SLA 的指标，一定要200率大于什么99.99%。比如 SLA 一定要大于7个9、8个9这样非常无理的需求，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你也可以返回200，这个当然看你的需求了。还有一点我认为误区就是简单项目不要用 GraphQL， 因为 GraphQL 我认为它是对于一种中大型项目来去使用的。如果你只是一个简单的博客系统的话，我认为 GraphQL 是没有必要的，它会显得有些复杂、有些重，学习成本稍微有些高。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这个 N+1问题，那 N+1问题是什么呢？它不仅包括我们层层递归的这种请求，它同样还包括查了很多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假设文章列表它总共有100篇的博客文章，那我们是通过一个 query DB 的请求，比如说 selection from post limit 100，那我们就一次请求拿到了100篇文章信息，但是下层 resolver 我们还需要去拿作者信息。如果我们按照之前的思维模式，它就是我们 selection from user where id 等于 post author id 这样一种请求。那实际上我们在这次请求的时候，我们就执行了101次的请求，这很明显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它对于 DB 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因为一个请求只是拿一个文章列表，你就产生了101次的数据库的请求，这很明显对于数据库压力是挺大的。那正确的做法其实应该在上层的拿到文章列表的时候，就再进行第2次的作者信息查询，然后给它塞到下层的 resolver 里边。如果批量查的就只有2次 DB 查询，那效率
明显是要比之前的104要好得多，那我们 DB 压力也就会小非常多。这是一个 N+1问题的解决方式。我认为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要善用缓存，当然这个是在后端层面的缓存，用户查过来其实可以不用过 DB 查询，直接从缓存里面拿到数据返回给用户，这样 DB 的压力就小很多了。那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通过一次次递归的去往下，比如说 post author 这样一次层层递归。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情况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哈希 query edit 的方式，就是 GraphQL 的 query 可以不用直接写一个非常复杂的 query， 而是请求里面只带一个 query ID， 而通过这个 query ID map 到某一个 query 在后端上面，然后后端再拿着这个真正的 query 再去查 DB。那其实对于客户端来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由查询，而是转用 query ID 来去做一个保护，这是一种在我看来会更合适的方式。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 GraphQL 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也欢迎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些关于 GraphQL 方面的内容，说不定它会在你下个项目中给你带来一些意外收获，也许可以很大的提升你的编码效率以及你 AI 生成代码的效率。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来去留言，谈谈你关于 GraphQL 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有趣的内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